最近呢，有一则跟我们健康关系非常密切，也非常令人震惊的研究报告，说这个50岁以下的人呐，癌症的发病率上升的非常的快。如果你是50岁以下的人，或者家里有5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话，那么这个视频呢，就是为你制作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看一看，在50岁以下的早发癌症都有哪些，那么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这样一个增长的趋势，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预防它。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这件事情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 X 上的一段推文。这段推文的主人呢，自称自己是阴谋论者，把50岁以下年轻人的癌症的增长呢，归罪于新冠疫苗。那么他的论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推文。这个推文的主人呢，叫西星小宝 2.0， 他说世界多地出现中青年癌症大爆发，并呈持续增长趋势，医学界表示无法解释。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在世界各地突然爆发了大批的中青年的癌症。然后呢，它显示了一个地图，这个颜色最深的是澳大利亚这个是新西兰，然后是美国、法国、加拿大等等。澳大利亚是早发癌症最多的国家10万个人当中呢，就有135例。新西兰呢第二，然后是加拿大、韩国、美国那么剩下的呢，发病率较低的呢，都是一些非洲中部还有一些其他的落后国家。他自称自己是一个阴谋论研究者所以呢，他很快自己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怎么找的呢？他就对比了一下这些早发癌症很高的国家呢，和疫苗接种的比例来进行比较。他发现呢，这些国家都是疫苗接种人数最多的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南朝鲜、新西兰、法国、美国。但是日本呢是一个例外那么日本的在这个早发癌症并没有迅速增加。他又怎么解释呢？他说是因为日本人吃纳豆纳豆激酶呢，不仅可以防止血栓的形成，它还可以溶解新冠病毒上的刺突蛋白因此呢它有保护作用。大家看完这段推文呢，基本上会觉得这个推论非常有道理。那些新冠疫苗接种最高的国家，大部分都是中青年癌症发生率最高的国家。虽然日本是个例外，但是因为他们吃纳豆，听起来非常合理，非常有逻辑。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资讯的来源是怎么讲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是一篇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肿瘤学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基本上就是说，一个全球早发癌症的发生率、死亡率和给我们经济上带来的负担以及它的风险因素都是什么。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一个时间点，是从1990到2019。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个研究论文的统计数据是来自于1990年到2019年，也就是说在新冠发生之前出现的问题。这个呢，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我们推文作者得出的这个结论。当然了，如果我们在2020年以后看到更加迅速的早发癌症的窜升，又能够有一系列的其他的数据来支持它，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就目前而言这则资讯呢，不能够支持是新冠疫苗造成的全球早发癌症升高的趋势。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份研究报告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这篇文章是科学家对一个全球疾病给人类带来负担的这样一个大型研究的数据呢，做了一个分析。他们在了解从1990到2019这个期间29种癌症发生的情况，特别是对50岁以下的人。那么他们发现了什么？第一，就是更多的年轻人得了癌症，无论是患病率还是死亡率都大幅度的增长。第二呢，就是最常见的癌症类型是乳腺癌、肺癌、胃癌
和结肠直肠癌。这4种癌症呢，在年轻人当中最常见死亡率呢也是最高的。第3个就是发生的地点这个就是越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年轻人得癌症的发病率越高，这显然是一个富贵病。但是呢，在这些国家当中，越富的国家呢，它的死亡率呢是越低的。换句话说，得了癌症以后，那么它的治疗条件可能比较好，因此呢，死亡率呢比那些不够富裕的国家呢，死亡率是偏低的。听起来有点绕，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在说，越是富有的国家，年轻人得癌症的几率越高。在这些富有的国家当中，更富的国家，年轻人得了癌症，死亡率是偏低的。那么第4个呢，就是关于发生的原因。他们认为虽然有遗传的因素，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呢，跟生活方式很有关系。首先就是吃红肉太多。为什么吃红肉太多会增加癌症的发生呢？我们以后专门做一个视频来分析这个问题，请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另外呢，不吃足够的水果，抽烟、酗酒，另外呢，就是身体超重或者肥胖，以及呢缺乏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增加年轻人得癌症的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看看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我们就要马上做起来。最后呢，他们对未来的发展呢很不乐观，认为呢从现在到2030年期间呢，年轻人发生癌症和死于癌症的比例呢还在继续攀升。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了，从现在开始建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抽烟，不要酗酒，增加运动，控制体重，减少加工食品，特别是各种各样加工过的红肉，对红肉的摄取量也要进行控制。希望这个视频呢对大家有帮助。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